蓝曦臣也拉住魏无羡，心痛道：“无羡，你先冷静一下。总之现在忘机没事就好，其他的事我们还能想办法。我先和叔父进去看看，等我们问一问忘机，再告诉你。”魏无羡坐在椅子上，把头埋进臂弯里，轻轻点了头。病房内，蓝忘机一身浅色的病号服，头上缠着绷带，窗外的阳光洒在他的身上，令他看上去格外俊逸清雅。哪怕头被包扎得严严实实，也丝毫不减他清冷的气质。蓝忘机捂着头，一直看着桌上的一只小黄鸭，抿唇不语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忍着脑中传来的剧痛，伸手将那只小黄鸭拿过来，试探的一用力，叽咕，小黄鸭果真发出了清脆的声音。这时有推门声响起，蓝忘机下意识将小黄鸭迅速藏到被子里，眼神也冷了下去。发现进来的人是蓝曦臣他们，蓝忘机这才整个人放松了下来。兄长，叔父，忘机，你记起我了。蓝曦臣喜道，他发现弟弟的眼睛里不再是之前的稚气懵懂，而是多了几分冰冷和坚毅，这种眼神他再熟悉不过了。蓝忘机道，温煦怎么样了？蓝忘机还记得他回国就是为了去追捕温煦。一同进来的金光瑶叹了口气，他跑了。这下连蓝曦臣也坐不住了，什么？我们不是已经把他擒住送到大哥那了吗？蓝忘机却是一道，兄长，他明明一直追着线索从国外来到国内，想办法断了温煦的各种接应。他受伤，那温煦更不可能抓到才是，怎么会被擒住？非是蓝忘机自大，而是温煦作为温若寒的儿子，手里的东西依旧十分可怕。当初放走他也有顺藤摸瓜的心思，想看不夜天到底还有什么与他人合作的非法勾当，好将他们一网打尽。金光瑶和蓝曦臣反应过来，蓝忘机不记得这3个月的事，自然也不记得他已经和温煦打过照面，而他受伤也是因为温煦。但想到目前蓝忘机对魏无羡有应激反应，所以他们暂时还不好提魏无羡的名字，只好含混过去。是机缘巧合发现温煦所在，他到了我兰陵旗下姚氏，做了姚家大小姐的管家。金光瑶道，我已经提议彻查了姚氏的账，看他们是否与不夜天有关。这次没想到会在半路上有人劫走了温煦，看来他身后的势力已经慢慢复苏。再要抓到温煦，恐怕要重新大海捞针了。蓝曦臣觉得十分可惜，心中隐隐还有恨意。要不是温煦，他的弟弟也不会变成现在这副样子。若说之前蓝忘机失踪失忆遇到了魏无羡是一件好事，这次就完全是令人心痛的恨事了。他的弟弟好容易找到了两情相悦的 Omega， 却因此不得不分开。蓝忘机还完全不记得魏无羡了。想到这些日子魏无羡一直守着蓝忘机的样子，连蓝启人都觉得于心不忍，感叹世事无常。蓝忘机却不觉得如何，无妨。温煦之事我大约知晓如何入手，等我伤好便去追查，定会让他们绳之以法。蓝曦臣急道，忘机，你伤到的是头部，还是先静养？不夜天案子的事，先交给聂队，还是身体重要？蓝启人也板着脸，忘机，不可逞强。兄长和叔父都这般说，蓝忘机这才勉强同意。他想了想道，兄长，我是如何受伤的？忘机不曾记得有备，脑海中突然划过一些似是而非的记忆。他眼前陡然出现一张狰狞的脸，还有一个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自己的头，而他心急如焚想要护住怀里的人。蓝忘机痛苦地捂住自己的头，在被子攥着的小黄鸭也被他挤压出声音来。忘机，你怎么了？蓝曦臣大惊失色，赶紧去扶他。蓝忘机眼神迷离，似乎想要抓住脑海中纷乱繁杂的记忆。他微微抬头，见那扇玻璃窗的窗帘没有拉严，微微透出一些，他看到了那里站着一个身着黑衣的男子，一双陌生又熟悉的眼睛正满含担忧地看着自己。他是谁？他认识自己？他为什么不进来？魏无羡见蓝忘机看到自己了，瞳孔一缩，扶着墙的手也微微动了动，咬着下唇期盼地看着里面那位自己认定的、自己最喜欢的 Alpha， 期待他可以认出自己，能够叫出自己的名字。我叫魏婴，我大名是魏无羡。蓝忘机看着他，耳边仿佛听到了什么声音，清朗含笑，像是深深刻在心底，轻轻一动，
都能撕开一个口子，微微一品，却又觉得甜蜜。魏婴，蓝忘机想起刚刚自己见到他，他眼中满满全是带着星光的喜意，而他却因为头痛推开了他，那是他不可置信的表情，令他一回忆就心痛万分。蓝忘机抓着小黄鸭就想下床，可脑海中一阵一阵刀割似的疼痛令他无法控制自己，他红着双眸，紧紧捂着头，甚至抬手想要捶打，恨不得将那股痛意给打出脑海。蓝曦臣和蓝启仁顿时吓坏了，一齐上前阻止他。要知道蓝忘机可是被子弹打入了头，要这么被他一打再有个好歹，那后果可不堪设想。魏无羡在窗外也被蓝忘机这副模样吓到了，他没想到蓝忘机对他的应激反应如此严重，不过是偷偷看他一眼，被发现后蓝忘机就这么痛苦。魏无羡擦了擦眼泪，不舍得看着那么难受的蓝忘机，见里面的金光瑶轻轻朝自己摇了摇头，于是魏无羡抿了抿已经被自己咬出血来的下唇，转身跑离了病房。只要蓝忘机看不到他，说不定就会好了。魏无羡一边跑一边想，就算他的蓝战绩不得他也没关系，只要蓝忘机还活着，他就很高兴了。而他自己难不难过，一点都不重要，一点都没关系。而病房里的蓝忘机看到魏无羡走了，瞪大了眼，一把推开蓝曦臣就要去追人，可他身体还虚弱着，动作一大竟整个人都摔下了床，跌坐到地上。魏婴，魏婴，蓝忘机不知道这是怎么了，看到那个人走了就心痛难耐，仿佛冥冥之中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，连心都像是缺了一块。金光瑶见状不好，已经出门去叫医生，他原本想把魏无羡叫住，可对方跑得太快，金光瑶出门时就已经失去了他的踪迹。两相权衡之下，他还是决定先去将温情请来。忘机，忘机，你别担心，无羡不会走的，还是你的身体要紧。蓝曦臣担忧地看着蓝忘机头上的绷带，见上面已经隐隐有了些血迹，心里更着急了。兄长，他是谁？为何我看到他会？蓝忘机坐在冰凉的地上，扶着病床喘着粗气，我到底是为什么受的伤？蓝曦臣叹了口气，与蓝启仁对视一眼，决定还是不要说，没事的，忘机你别多想，等你伤好了以后，我们再告诉你。蓝忘机已经看到了桌上的日历，抓紧了蓝曦臣的手臂道，我是否忘了什么重要的事？为何现在已是3个月多以后？你刚说无羡，兄长，魏婴是谁？我又为何想不起关于他的事？蓝曦臣看着弟弟这副失了心魂的模样，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回答。好在金光瑶已经带着温情进来，看到这情景，温情也差不多将事情猜了个七七八八。蓝忘机被扶到病床上坐好，他看着温情微微蹙眉。你是温情？温情奇道，你认识我？你不是该忘记这3个多月的事吗？蓝忘机摇头，不知。他也不知为何，看到温情就自觉叫出了他的名字。你知道此3月都发生了何事？蓝忘机急道，你认识魏婴？